那一双赤红的眼瞳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恨意，只有挥散不去的悲哀，眼角的泪在不断滑落。老祖，那不是我们的命！你竟敢背叛本座！冥河老祖身周血芒暴涌，铁扇被直接掀飞，但是浑身被玄黄气息稳稳护住。青牛的身形急忙前冲，将铁扇接住，落向一旁。李长寿见状轻叹了一声，这一具纸道人化作灰烬，周遭一道道仙光飞射而来，将红莲与冥河老祖团团围住。城墙边，道门8大高手入梦之地，李长寿收回自身道运，有些疲累地打了个哈欠，站起身，小心地走到云霄身侧，一屁股坐下去，缓缓叹了一口气。这冥河老祖才是真正的洪荒狠人呐！长寿，仙子的梦呓一声传到耳中，李长寿精神一振，略微凑近一些，仔细听着后续。跪下。做梦。12品红莲投出的血色光柱崩塌之后，又半个时辰，这座修罗古城附近已经迅速恢复了安宁。冥河老祖的气息消失后，外围修罗族一边悲鸣高呼，一边仓皇逃窜。道门众门人弟子并未穷追猛打，而是被两教高手通知，立刻远离这一座大城，自行回返五部洲，且不可用仙石随意探查。此前第2批前来此地，半个时辰前攻入那一座大殿中的20余位阐劫两教仙人，正面色凝重地站在太极图笼罩之地的边缘，气氛有些压抑。远处高高低低漂浮着的修罗族尸身，更是让此地多了几分沉重。这怎么办？赤精子沉声问。琼霄仙子杏眼满是光亮，定声：今日之事断不可外传。不错。阐教12金仙之一的灵宝大法师应道：你我当立下约定，绝不能将此地情形外露。众仙人同时点头，各自开口许诺，而后立下简单誓言。黄龙真人小声道：师兄，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？要把他们带回去吗？不，我们自己回去吧。赤精子摇摇头：就当咱没来过这儿，后续交给长庚解释。善。当如此。当下阐劫两教各位支援而来的这一批高手转身对视一眼，对李长寿叮嘱几句，就分头驾云匆匆离开。或许万千年后，有后人研究道门兴衰史时，会注意到有关此事的蛛丝马迹。在轮回塔道门立不战之约，道门合力封禁红莲这般道门大事迹的阴影中，发现那个被蒙上了神秘面纱的修罗古城三教密约。后人们或许会好奇，会殚精竭虑的钻研，会天马行空的想象，那到底代表了什么，发生了什么？只是在历史透镜层层折射下，真相早已面目全非，成为后人撩拨更后来者的空欢笑谈。您还记得那年的事情吗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真的是魔祖残魂招来了10万魔兵，一头抢夺那朵红莲，然后被大家合力击退了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这不就是三教大师兄同时中招出了点糗吗？至于搞这么正式？谁还不能有一个马失前蹄的时候？道门的3位大师兄至于这么小心眼吗？看着面前漂浮的这一朵12品莲花，李长寿微微皱眉。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置这一朵红莲了。估计我有的跑了。那些被神通控制的普通修罗族生灵，就如同受惊的鱼群，已经在这一片海域消失无踪。正如李长寿所言，绝大部分的修罗族已经跟冥河老祖没有了直接关联，他们由6道轮回转生而成，生于血海，是天道承认的生灵。真正闹事的修罗族高手，就是上古活下来的那一批老修罗，
或是怀抱着修罗族鼎盛之梦，所以被这些老修罗教导出的修罗新秀。这是两个同族却处于不同阶层的群体。普通修罗就算是牺牲的再多，冥河老祖的追随者们也不会眨眼。冥河老祖的残魂已被赤精子等20余位两教仙人合力封禁，12品红莲也被斩断了与血海的关联。此时距离自身圆满尚有几步之遥。赤精子等人走后，修罗古城再次恢复安静，道门8位顶尖高手依然睡得安详。李长寿、白泽、太乙真人、琼霄仙子围在那一朵缓缓盘旋的红莲之前，表情各异。其中李长寿的面色最是平静，毕竟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没有发生 0.2 事件。琼霄看着莲花，有些嫌弃的嘀咕：师尊真的会用这莲花镇压教运吗？白泽笑道：宝物不能这般乱，只需处理掉冥河残魂，圣人老爷应当会有法子。哼，难。太乙真人啧的一笑，还好李长寿手疾眼快，抬手撞了一下太乙真人，要不然那半句嗨呀，圣人老爷又不是无所不能，这就真冒出来了。琼霄小声问：姐夫，你对这个修罗族小公主做了什么？做什么？李长寿眨眨眼，扭头看向了100丈之外的墙角，那里银发少女蜷缩成一团，倚靠着断壁愣愣地坐着，手臂交叠在膝前，双目无神，眼眶的边缘泪痕未干。原图剑躺在他侧旁，且是被冥河老祖亲手开封过，已觉醒为真正杀伐至宝的原图。此刻原图剑流淌出微弱的血光，仿佛凝成了一只大手，在轻轻地摩挲着银发少女的额头。青牛就在侧旁打坐，目中略带愧疚，此刻并未多说些什么。又有些许笛声飘过，似乎也是在安慰着银发少女。循声望去，一袭浅绿色短裙的龟灵圣母站在不远处的断壁上，长发随风轻舞，晶莹剔透的指尖轻轻跳动，奏出的乐曲让这血海之地宛若凡尘黄昏时。白先生可否猜出我是如何做的？水神谋算，定无错漏。白泽仔细地思索一阵，回道：人心2字最是难猜，这当真是贫道想不通的。其实我并未做太多。李长寿自怀中取出2颗流影球，分别递给琼霄和太乙真人。稍后若师兄师姐们想知道发生何事，可以看这个，里面有详尽的记录。太乙真人皱眉接过流影球，纳闷儿：你当时还有空记这个？不怕指道人被对方随手毁了吗？正因为指道人弱，反倒最为安全。他们心里没谱，也想跟咱们协商。原本我是想用流影球记下我跟冥河老祖的对话，待事后给这位铁扇公主解释一下生灵的意义。但当冥河老祖射走原图剑之后，铁扇公主竟然挣脱了肾气的梦境，醒了过来。这一点也是我未能想到的。琼霄小声道：那把剑定然对她很重要吧？若是稍加推测，这位铁扇公主应当是诞生于上古之后，此前因大法师追杀原图剑上一个持有者，追去了灵山，原图剑被西方教顺势保管。后续修罗族应当是选了铁扇派去灵山执掌这把原图剑。铁扇此前对水神你出过手，且有几次现身，而且这就能解释为何他会独自一人赶来，没有跟修罗族高手会合。半路还被牛撞了。不远处的青牛皱眉瞪脸太乙真人，李长寿赶紧扯开话题：这冥河老祖还是奉行上古那一套。我刚进那座大殿，他立刻面露凶恶之色，还当着我的面拿出一只人族魂魄吞噬，威胁我说他复生之后定会去找人族麻烦。可能老一辈狠人都这般脾性吧，唯我独尊，灭我者亡。洪荒自远古至今，不知道有多少这般凶恶生灵。上古2位妖帝之所以能聚起万族生灵，也是因此前有金无仁义的名声在外。当然
他们后面对人族的屠戮并非什么仁义之事。长庚，那你如何做到的，竟能让铁扇去对冥河老祖出手？此时越是细想，越觉得你挺吓人的。李长寿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，传声。其实在我想出如何破解此地肾气，今日大局已是稳了98%。有3位老师在后面看着，有天道老爷监察此地，冥河老祖想要逃生，完全就是痴心妄想。而修罗族损伤再多，业障也是算在冥河老祖头上。所以我当时就已经将重心放在另一件事上，让铁扇摆脱修罗族根脚束缚。自然我此前也有一些气愤，这冥河老祖的恶太过纯粹，所以才会在他穷途末路时故意用言语刺激，没有给他半点体面。至于如何劝说的铁扇，其实主要有3点。哦，哪3点？其一就是不断的铺垫。之前青牛师兄对我解释与铁扇的关系时，我详细问了，听到青牛师兄曾对他说保持自我，我就有了灵感，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引导。与冥河老祖言谈，也是大多在引导冥河老祖说出修罗如草芥这些话语。当冥河老祖抛弃普通修罗族，将他们当作血神子补品，自受反噬。而之前铁扇的种种表现，证明了他并非单纯的傀儡，有自己的坚持与寄托。其二就是关键时刻刺激冥河老祖，让他病急乱投医，做出一副不顾一切想要将修罗族尽数化作自己法力的模样。如此等于将铁扇逼上了绝路。他当时心底所想，要么是跟族人一起死归于老祖，要么是在老祖和族人之间做出取舍。其三，也是我用了一点不太光彩的手段，用神念影响了他的心神，引导他一步步反抗。因为时机稍纵即逝，不太可能慢慢地告诉他这些道理，只能让他先去做了，再慢慢品味。重要的并非是他对冥河老祖造成多大伤势，他其实伤不到冥河老祖的残魂。重要的是他摆脱此前的自我，有去反抗的意识。哪怕是缔造了这个种族的强者，也应对这个种族保有最基本的尊重，不应该将每一个个体当作自己的私有之物。大概这就是女娲娘娘最值得让人钦佩之处。白泽墨珠满是感慨，水神，不愧是你啊。太乙真人也难得正面评价了一次。这事算你厉害。琼霄看着李长寿若有所思，小声道，总算是知道为何姐姐对你百夸千赞了。可莫要抬举了我，我只是对一些事看不过眼，又凑巧举手之劳可以做到。今日等闲有半点难处，我也会选择另一条劝说铁扇之路。哦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赶去太清观中，问老师该如何处置这朵红莲。这红莲暂时放在此地，由太极图镇压。稍后我应当还要去一趟玉虚宫，回来最快也要半日之后了。待金鹏归来，让他不要乱走，就在此地等我。辛苦水神。李长寿莞尔轻笑，站起身来。他刚要施展水遁之法，龟灵圣母笛声一停，断臂下蜷缩的银发少女突然抬头看向李长寿，双目中流露出几分神光，抄起原图剑，疾步冲来。琼霄的倩影如雷光闪烁，出现在李长寿身前，持着金蛟剪，瞪着冲来的铁扇。青牛一哆嗦，抢在铁扇面前，张开手臂将他拦下。铁扇，要砍就砍我吧。铁扇轻轻皱眉，梨花带雨的小脸露出几分无奈，低声道，我并非要斗法。青牛有些尴尬的咧嘴一笑，躲去侧旁，但是琼霄并未放下警惕，挡在李长寿面前，全然忘记了李长寿身上有乾坤尺、玄黄塔2件重宝，而太极图就在头顶。铁扇低头走到李长寿面前，双腿一弯，膝盖着地，双手捧过原图剑，颤声道，水神，求您放过修罗族，我愿献上此剑，和修罗族安宁。李长寿眉头一挑，琼霄见状耸耸肩，退去侧旁。那原图剑发出一阵剑吟，收敛起自身血光，
以此表示对李长寿的不欢迎。这般杀伐重暴，杀生不沾因果。李长寿的目中光芒轻轻闪烁，而后笑了一声，握住原图剑的剑鞘，淡定地拿了起来。铁扇下意识地握紧剑身，又立刻松开，想抬头看一眼宝剑，却又再次低头。多谢水神成全，不追究修罗之事，我以太清弟子的身份应了。你也知晓，修罗族中有一批顽固生灵，他们若今后与道门作对，与天庭人族作对，我自不会手下留情。但只要是在血海之中安居的修罗族，我自不会对他们出手。谢谢。李长寿笑了笑，随手将手中的原图剑扔向一旁，撞了青牛一个满怀。师兄，此剑暂时由你保管，你性情温厚，品行高雅，行事稳重，从容有度，自不会用这把剑滥杀无辜。还有，铁扇少了护身法宝，你也记得表示表示。言罢，李长寿对着青牛眨了一下眼，身形化作一股水流，转眼消失不见。青牛头顶挂着2个大写的蒙，但毕竟是圣人的坐骑，跟截教的乌云大仙等随侍七仙差不多的江湖地位，此刻也是及时反应过来，对着李长寿遁走的方向连连做道揖。铁扇跪坐在那儿愣了一阵，略微歪头，有点缓不过神来。青牛嘿嘿一笑，蹲在他侧旁，把原图剑递了过来。银发少女眉头轻皱，又哼了一声，扭过头去，一侧嘴角鼓起，俏脸上带着少许的倔强。